如果你是果粉，或者说长期关注苹果，不难发现在苹果整个的硬件生态之中，近年增长率最快的并不是 iPad 或者说 iPhone， 而是它的笔记本产品。现在8月份是新生开学季，或者说有很多小伙伴即将入职。在近期，我们收到了大量关于笔记本产品的问题。这个随着大家购买电子产品的预算越来越充足，到底要不要购买一台苹果的 MacBook 系列产品，是很多人的困惑。有很多人给我们发来，小白，我有同样的预算，这个购买苹果的笔记本产品会怎么样？后期我们会碰到什么问题？翻看一下我们之前的频道啊，我自己都快用了7年的苹果笔记本产品了，我们整个工作室应该会有10几台产品了，但是好像还从来没有这个类型的视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九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我们这期就来聊一聊，你到底需不需要购买一台苹果的笔记本产品，或者说需要哪台呢？不客观真体验，咱们马上开始。谁说买二手机没有保障？来小白有品，3天物流退货，180天保修，有手机有电脑，还有各类品质二手3C 数码间货。小程序搜索小白有品或扫码即可上车，有旧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，高价回收哦。相信打开这个视频的大部分小伙伴应该都在纠结，我要不要购买一台苹果的笔电？如果我买，是买 Pro 还是买 Air 呢？咱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，你究竟适不适合购买 MacBook 系列的产品？至于苹果的笔记本电脑产品概况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。几乎每年的新款 MacBook 系列产品，我们都有做过上手体验，你都可以去频道里面翻看。这里我们假设常见的2种角色，第一个，学生党。如果你预算充裕，在10000元这个价位段可以选择的产品其实非常多，有很专业的游戏本，也有工业设计很好看的 Windows 产品。等一下，如果说到好看这一点，如果 MacBook 产品说第2，应该没人说第1了吧？近年唯一不满的就是苹果这个信仰灯它不会亮了。在软件知识上，这个我们得针对之前的观点说句抱歉。在深入了解之后发现，现在 macOS 的软件生态已经非常完善，只要不是太偏门的小软件，几乎都有 Mac 版。Adobe 设计软件全套、玛雅等 3D 设计软件不光有官方原生 Mac 版，而且你都可以非常方便的下载，并且针对 Pro 版的 Touch Bar 都有专门的快捷键优化。苹果自己的软件之好用就不用多说了啊，对于软件上基本无需担心，并且相对封闭的 macOS 能够带来很好的使用沉浸感，不会有什么广告啊、弹窗啊烦你。我用过的数台从来没有装过杀毒软件，或者说在我的认知里 macOS 好像就没有杀毒软件这个东西，你能非常专注的编辑文案、P 图、编辑视频，这个就好比想认真读书购买了 iPad 和 Kindle 的区别。iPad 性能强大，屏幕精彩，但你可能看着书就看美剧去了但 Kindle 肯定不会。对于工作的沉浸感， MacBook 产品给你的体验就好像看书用 Kindle 的感觉。当然这方面最终取决的还是你的自制力。如果你是一个超级重度的游戏玩家，上大学已经做好准备要把高中没空玩的游戏全部都补回来，那 MacBook 系列产品你是需要斟酌的。我们调研了目前主流的网游和大型单机游戏，网游上 macOS 支持了很多，暴雪系列全部支持，但例如使命召唤这类超大型单机上，官方原生支持 macOS 的还不是太多，你可能需要玩移植版或者安装虚拟机运行，他们的体验和稳定性跟原生相比肯定要有欠缺，不妨查查你常玩的游戏，看看支持情况。关注频道的小伙伴应该很多都有自己拍视频拍 vlog 的同学，很多小伙伴都想大学里面自己做 UP 主。 MacBook 系列产品对于视频剪辑和编辑还是非常便捷的，我们整个工作室全部都是苹果生态，统一的系统，小伙伴之间传视频传工程都非常便捷，提升了不少效率。我们在之前视频里面也提过，你看到的所有视频包括这一期在内，全部都是苹果的 Final Cut Pro 这个后期剪辑软件上制作出来的。当然如果你是 Adobe 的用户，还可以选择 PR 或者 AE。 除了沉浸感、便捷性，软件上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先卖个关子，我们后面再说。第2个角色，上班族。同样的软件知识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如果是上班族需要换电脑，那么这台电脑应该是你的第2台了。如果第1台是 MacBook 产品，那就不用多说了，你应该很明确自己需要什么了。既然上班了，那么格外要强调的必须是生产力这3个字。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工作者、文字工作者，那么在我们看来你是合适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所认识的设计或者文字工作者几乎90%都是 MacBook 系列的产品。也采访了一些这方面的朋友，他们大部分给我们的反馈汇总成2个字，也就是之前我们卖的那个关子，就是稳定性。先不说它的闪退情况极少，无论什么情况下 macOS 使用的软件突然闪退，或者说意外关机，数据或者说工作进度都不会丢失，你再打开它稳稳的都会在那儿。我没有恰饭，更没有收苹果的费用，因为这种稳定性真的救了我们好几次视频的命啊。软件稳定性和
和极端情况对于数据的保护上，我们这么多台和这么多年的体验上 ，macOS 确实要比 Windows 要好一些。多功能的超大压感触控板，我出差使用从来没有带过鼠标，但是如果你是长期的文字工作者，为了照顾轻薄便携，这个蝶式键盘确实有点太硬，建议你先体验一下，再想想自己的文字工作时长，再做决定为好。如果不常出去，配备一个键盘也是好的。两个角色的适合性我们说完，再说一些通用点。第一个就是接口，现在无论是 Pro 还是 Air， 苹果已经全部统一为 Type-C 接口。如果你的 U 盘是 B 口的，你需要更换了。如果你再需要外接键盘或者说显示器，几乎所有买 MacBook 产品的用户都需要购买一个额外的扩展物。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几乎每人都有一个。如果你用 iPhone 手机，那么为了方便，你可能还需要额外的一根 Type-C 转 Lightning 的数据线，在接口的通用性上也要全面 Type-C 化。苹果始终保持了要引领业界标准的传统。好在 C 口现在正在大规模普及，不知道今年的 iPhone 会不会换上呢？第二个是配件成本 ，MacBook 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，有品质的配件、壳、膜、包等价格都比较高，这些都是后期的隐形维护成本。另外，官方配件上也都不便宜。假如你不小心弄丢了数据线和充电器，尤其是充电器，可能都需要好几百块钱。有人可能会问后期的维修成本呢？这个肯定也是比较高的。但是这么多年，除了一台我用了好几年的老款 Pro 电池鼓包之外，工作室和我自己的 MacBook 产品都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需要售后过。苹果的品控上这一点很值得点赞。最后还有一个小点，如果你是一个 DIY 重度患者，那么 MacBook 产品可能并不适合你，或者说现在的笔记本产品都不太适合了。之所以有这么高的便携性，这么轻薄，就是高度的集成性，除了内存之外，基本上就没有你可 DIY 的地方了。OK， 现在再回想一下你的需求点，对于你适不适合购买，心里应该有数了。我们再来回答一下选购的问题，是买 Air 好呢，还是 Pro 好呢？先来说一下我的个人建议，参数上我们直接放图，就不再多说了，你自己应该也看了好几次了。2019的新款 Air 和 Pro 两者的价格差距已经非常小，直接购买 Pro， 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13或者15寸的。今年最低配的 Pro 也有 Touch Bar， 相对来说性价比也已经有提升，而且便携性上13寸的 Pro 其实也挺方便的啊。工作室负责百问栏目的小雨本来用的是15寸的 Pro， 前两天硬核负责数据库用13寸 Pro 的伟哥换了电脑，就为了便携性。当然这是我的主观建议，我们还是根据不同的人群，综合了小伙伴和身边用户朋友的讨论，给出了具体建议。第一个，如果是大学新生文科性质，没有具体的专业软件要求，注重边缘性，建议 Air 系列的产品，颜值确实相当给力啊，尤其适合女孩子。第二个，如果是大学新生有专业软件的要求，比如平面设计、3D 或者说非线性边界、数字媒体等等，或者说大学里想自己拍视频做做 vlog， 建议从13寸的 Pro 开始，几乎能满足你整个大学的需求。另外都说一句，教育优惠现在对于学生买电脑还送耳机。第三个，如果是刚刚上班的职场新人、文字类工作者、轻办公、处理文字、图片、PPT， 或者说多出差场景，建议选择 Air 系列的产品。第四个，如果你上班是技术性工种、编程、剪辑等，带出去的机会并不多，建议直接选择15寸的 Pro。如果你还有什么具体的需求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，直接发给我们即可。现在肯定有很多人在说，小白你也没有说具体的配置选择啊，这个 Air 或者说 Pro 都各自有很多配置。我想说，在你可承受的预算范围之内，尽量买高配，因为无论是产品设计还是软件生态，或者说视网膜屏幕等等等等吧，苹果笔电产品的生命周期都是非常长的，一般都是4年起，所以买个大内存呢可以用得更久啊。其实刚才在需求环节呢，我们少说了一大部分，那就是苹果的生态。这个之前在我们的视频之中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所以说本期就没有再提，因为苹果的生态呢无需多言，应该是目前整个科技数码圈最健全的一套。我就是一个忠实用户，或者说根本逃脱不出去的一个被绑架者啊，这个是说的有点严重，是因为它整个生态确实非常完善。OK， 这期视频就到这儿，希望对你购买 MacBook 系列的产品能起到一些作用，或者说你清楚自己该买什么产品了。除了视频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，每日新鲜资讯，每日语音。另外，我们的数据库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了，基本上已发售所有机型的实测数据都已经更新到我们的小程序里边，而且后期的更新速度会非常快，大家可以把它添加到自己的微信小程序。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、质疑、提问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B 站小白测评、新浪微博小白测评，与我们留言互动。不客观真体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